Hello，大家好，这里是 AI 的大战，我是站长。最近 Hermes Agent 非常的火，甚至它的这个风头盖过了这个 OpenClaw。下面来对比一下 OpenClaw 和 Hermes Agent。这是我们从三个维度去对比。从技能上，这个 OpenClaw 类似于日式尖刀，它是各种插件和技能的一个集合。然后 Hermes 是动态技能观，它相当于从学习中来总结技能，形成自己的技能站。奥温克劳是全量记忆线性的，随着这个记忆时间的变长，然后噪音变得越来越多。Hermes 它会采取分层记忆的方式来萃取这个重要的记忆，只保留核心的偏好与结论。奥温克劳类似一个网关，然后通过本地的自动化与多端分发来进行集成。然后 Hermes Agent 呢是一个闭环学习式的架构，侧重于服务器容器化、持久运行、高安全、沙箱隔离。然后这是它核心能力的一个对比。我们看到，从这个长期的稳定性以及 token 的效率和自动这个 skill 的创建上，包括记忆的优化上，这个 Hermes 都是要超过这个 OpenClaw 的。为什么大家这么推崇这个 Hermes 呢？因为 Hermes 它的一个呃任务的出错率是比较低的，也就是说它能稳定的帮我们完成我们的任务。而这个 OpenClaw 它随着时间的变长，它记忆的噪音越来越多，有时候它处理的效果并不是很好，而且会消耗这个大量的 token。我们看到这个 Hermes 它的 token 消耗还是比较稳定的。奥本可乐之前我也测试过，周末2天，消耗了我大概40块钱的这个 token，结果就什么也没干成，它就是不停的在读取那些历史的文件。Hermes 它有什么核心的秘密，然后能够解决我们哪些痛点呢？其实它主要是通过这种闭环的学习来自我总结这个我们之前那个交互，它这一次的经验可以用于下一次类似的任务，不需要从头再去学习去评估，所以它整个的一个是类似于自我进化的一个学习。然后下面呢，我们就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如何安装和运行 Hermes Agent，以及如何接入这个 Telegram 和微信。我们首先看一下如何来安装这个 Hermes。Hermes 它的安装比较简单，不像 OpenClaw 它分环境来使用不同的安装脚本，而 Hermes 统一是一个安装脚本。我们只要把这个安装脚本放到我们的命令终端，按回车，它就会自动检索我们的这个环境，到底是 macOS、Windows 还是 Linux，然后检查相关的依赖，然后进行这样一步一步的安装，包括建立这个虚拟环境。我们等它安装完成，我们来看看已经安装完成了，然后它检测到我们已经安装了这个 OpenClaw，问我们是否从 OpenClaw 导入相关的数据，然后这里边我们就不导入了。然后这个快速设置和全量设置，完全设置这个可能包括比如说模型然后 Media Platform，包括这个 TG 这些，可能很多的设置比较全。然后我们选这个快速设置，这是选模型，Google 的模型嘛。我们选用我本地英语环境变量了，然后英语 API Key 我已经配好了，所以这里面我不需要再次输入。我选Gemini 3 Pro 的这个模型吧，3 Flash 就快一点。这个是设置，比如说微信或者WhatsApp 或者是 TG，然后这我们先不设置，我们先跳过。然后这里他问我们是不是立马开始这个聊天，我们现在直接开始聊一下看看然后它会自动启动。报错了，你看报什么错参数错误，然后我们命令行启动一下试试almost。哎，自动启动起来了。然后我们给它发个消息，Hello，看他有没有回应他回复了，他说我是 Hermes，你的这个命令行 AI 助手。他看到我正在工作，我的工作空间是这个 Yami CLI，就是我们新开发的一个开源的一个 CLI 工具，让他帮我分析一下我这个项目，看看到底行不行。我们拿一个真实的项目让他来
进行一个分析，它来读我的这个 README，然后查询文件，它已经分析完成了，输出了。他说 Yami CI 是面向多模态模型供应商的 AI 友好型命令工具，主要解决几个核心问题：一是 AI engine 的手脚问题，传统的 API 调用通常要编写一些复杂的脚本和处理繁琐的认证，而 Yami CI 通过内置的 Scale，让 AI agent 能够直接通过简单的命令行调用来生成和编辑图像，无需 agent 自己编写 Python 代码。这个也是我们工具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啊。第二个就是跨供应商的统一接口，不同的 AI 供应商 AI API 差异很大，Yami CI 采用能力优先的架构，这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吧。Capability first，第一个有稳定的接口，第二个人性化的快捷方式除了这个详细的这种结构调用，还有比较快捷的这种叫 shortcuts 的命令第三个就是结构化的自动化集成，MCR 所有命令默认指向 stdout 输出 JSON 的结果使得它更容易集成到 Shell CI/CD 或其他编程工具中更重要的是这个 AI 比较容易理解它。第四个就是安全凭证管理，我们采用这个操作系统级别的这个蜜月管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API 可以是保存在这个操作系统层面的这个钥匙串里边的，所以它比较安全。第五个多模态能力的平民化目前第一阶段重点解决了简单图像生成与编辑，它将复杂的模型参数简化为易用的命令行参数，并自动处理不同模型之间的兼容性检查。我觉得他这个总结还是比较到位的。我问他下一步建议我们增加什么功能，我让他来分析看一下然后我们看到它底下这个 token 的这个使用量，包括 context 的这个使用量，我觉得还是比较清晰的。这是他给我们的一个建议。第一个，架构规范化；第二个，提升 CLI 的交互体验；第三个，增强 Gemini 的实现的鲁棒性；第四个，探索 AI 友好的进阶功能。第五个就是准备进入第二阶段增加比如说纤维模型或者是其他一些模型，这个也是我们后续可能要完成的。看一下怎么来配置，通过对话窗口来跟他聊天，因为现在我们只能在电脑在这个 terminal 窗口里边去跟他聊我们怎么能离开电脑远程 chat 方式，比如通过 TG、通过 WhatsApp 或者通过 WeChat 我们今天给大家先演示一下这个通过 TC，然后怎么来跟他对话。好的，现在面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来创建 Telegram 的机器人。我们找到 BotFaster 这个机器人，然后我们输一个命令 new bot，输一下 new bot，我们创建一个新的机器人，然后给它起个名字。OK，这个名字没问题。然后它让我们起一个以 bot 结尾的这个唯一的一个标识，这样吧。OK，已经完成了。这是我们的这个 key，这个 key 我们把它给保存下来。然后呢，我们获取一下我们的用户 ID，在这里，我们找到这个 use info bot 这个 bot use info bot，然后它就会告诉我们的 user ID 是什么，我们 copy 一下就可以。一会儿我们设置的时候，我们会用到这两个信息。找一下我们这个 bot，让我们打开，给他发个消息他现在没有回应，在 Hermes 这儿，我们来配置一下 Hermes Gateway Setup，然后我们选择 Telegram，它让我们注入这个 bot token，我刚才 copy 的那个第一个机器人的 token，我们来粘贴到这儿，然后它已经保存了，因为它不会显示嘛，user ID 刚才我们也已经查到了，我们把它粘贴到这里，这个默认就可以了，然后设置完毕，然后下面我们来测试一下。这返回消息说它需要 Gemini API Key，我们到这个点 EAV 里边设置一下我们的这个 API Key。OK，我们重新启动一下，然后我们再给它发消息，我们看一下OK，现在可以了。就是说我们这个使用 Telegram 的时候，我们这个环境变量在这个用户目录下点 hermes 点 env 里面要把我们 Gemini API Key 放进去。
我们使用的那个模型要把它的这个 API 配进去。我们现在问一下我们那个项目，它能不能知道这个 Yami CLI 这个项目，它现在正在搜索，它这个进度反馈还是比较实时的，它有一点进度就会反馈。而这个欧米可乐通常需要你等到一个结果，比较长的有时候会超时。哦，他现在是找的 GitHub 上这个项目，不是我们这个文件目录里边的这个本地磁盘的这个项目。让我们这个磁盘看一下，那说一下，让他看一下我本地的一个进度。他现在已经研究完这个项目了。他说有 Yami Source 开发，然后当前是0.11，核心功能已就绪，最近重大更新啊。下一步计划扩展，计划接入什么？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安装啊？我们让他看一下电脑磁盘上的这个进度，看能理解吗？那看我本地的进度，你看我告诉他这个目录的话，它还是比较清楚的，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如何接入微信。接入微信，它有一个前提条件，我们需要先安装一下2个包。还有就是，如果我们需要在终端显示这个微信连接这个二维码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安装这个 QR code 这个包。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设置了，然后 Gateway Setup，然后我们选择 WeChat 微信扫这个二维码，这就我们刚才安装的那个码，渲染失效。那我们重新再来一下试试，看行不行啊？还是不行。然后我们就直接打开这个链接，浏览器里面打开。OK，我们扫码完成，然后通过这种配对的方式，我按默认来吧。然后这个配置完成了，然后让 restart，我们重启一下。然后他给我们发了一个这个配对的一个码，然后我们执行命令来批准一下。我来配对一下，看看它这就配对成功了。然后我们发消息看一下，然后它显示正在输入，你看它回复了，它说这个项目进展非常顺利。我看看第一阶段揭秘单0.1.1已经完成，公众号已分发，文档规范，当前代码的状态，后续计划。我觉得他这个对我这个项目的分析还是比较准确的，然后基本上基于我们这个，我这次也没有告诉他这个项目在哪里，他相当于有自己的记忆。刚才我们跟那个通过 T 记给他去聊天，他其实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记忆，然后这个可以再次再聊的时候，不需要再把背景再说一遍，他就可以把这个项目的信息完整的告诉我们。这是 Hermes 它的啊一个特点吧，会自我进化学习，它比这个 OpenCloud 的一个优势也就在这里。好了，这是今天跟大家的一个分享，谢谢大家。